西游记》第6回，观音赴会问原因，小圣施威降大圣。这5大天王外加哪吒3太子都打不过孙悟空了，那到底还有谁能战胜他呢？观世音菩萨听说了孙悟空的事情之后，派出了他的大弟子惠岸前来助战，只不过50、60回合下来，同样还是败下阵来，不敢再战。这惠岸不行，观世音菩萨就又推荐了一个人，他是玉皇大帝的外甥，现居住在灌江口的显圣二郎神。孙悟空这是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了，和二郎神大战了300回合，竟然不分高下。二郎神摇身一变，变成了身高1万丈，孙悟空也扭一扭身子，同样变成了身高1万丈。孙悟空变成了一只麻雀，二郎神就紧接着变成了一只恶鹰，要去吃这麻雀。孙悟空就只好变成了一个大雌老，二郎神紧接着变成了一只大海鹤，上来就叼他雌老。孙悟空只好再变成一只鱼，可二郎神摇身一变，又变成了一只鱼鹰来吃鱼。这吓得孙悟空只好变成了水蛇，在水里逃跑。二郎神则变成了一只灰鹤前来缠斗，那孙悟空又只能变成了一只大花宝。二郎神则显出原形，拿起弹弓，嘣的一下就把孙悟空打落到山崖下面去了。二郎神紧接着跟孙悟空来到山崖下面，去看见一间小寺庙。二郎神一猜就知道这肯定是孙悟空变的，于是上来就要抠眼睛打牙齿。这个时候孙悟空也现出了原形，一路飞奔到灌江口，要偷袭二郎神的老家。二郎神跟着赶到灌江口之后，两个人又在灌江口一路打回了花果山。战况是天昏地暗，两人也是势均力敌。就在这时，太上老君拿出了一个金刚镯，从南天门扔了下来，这一下子就打在了孙悟空的脑门上。趁着孙悟空站立不稳的功夫，二郎神的哮天犬跑过来，一口咬住了孙悟空的小腿。那众人是一拥而上，这才擒拿住了这位无法无天的齐天大圣。本来是道教故事的《西游记》，怎么这回又跑出来个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呢？而且观世音菩萨的大徒弟惠岸居然还是托塔天王李靖的二儿子木吒。这道教的神仙怎么会和佛教的神仙混到一起去了呢？这是因为作者吴承恩他生活在明朝的中期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儒教、佛教、道教3教合一的风气。你去看山西衡山的悬空寺，居然就把释迦牟尼、老子、孔子3个人并列在一个宝殿之上，让世人供奉。这其实就是3教合一的体现。所以在《西游记》中也是体现出了3教合一的思想。我们想以前讲过的须菩提始祖，他既通佛理，又明道法，还有儒者之风，这其实也是3教合一的代表。那孙悟空现在已经是被抓住了，这次他还能不能大难不死呢？咱们下回分解。